看到我手中拿这本杂志，看到了没有？今天的这位嘉宾朋友呢，在当年啊，可以说是我们的第一代的青春偶像。当年他的知名度呢，可以说是全新加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噔噔，他这个时候才22岁，如今呢，他已经61岁了。但是呢，他有很多的记录，到目前为止还是无人能打破的。今天就好好的来访问他，小飞鱼。全听你说。玉清大哥，那么走进来啊？就进来了，玉清大哥放麦，有没有感觉一团祥和之气进来？感觉来这边受拷问。不会啦，你要很 friendly 的哈，friendly 的哈，我讲了。我看到你一直都是毕恭毕敬的，对啊，吧？但是这个节目就很难毕恭毕敬。会的啦，会的，你只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可以坦白从宽，好，朋友对吗？不懂你这个，你认识我这样多年了，我们从新兵小传开始的。哈，从新兵小传就看到玉清大哥啦。对呀，他还跟我同真的还假的？不所南洋哦，雾锁南洋，所以你看着玉清大哥出道的。小小你看我长大。喂，你跟我同龄还小小。玉清大哥你好，你好，哎呦，欢迎。等一下，请问你在这行几年了？38而已吗？不可能啊！我是1983年进来的，你拍了什么？第一部是《雾锁南洋》，是陈咏探。反正你跟我一起啦，还要扮年轻。OK， 等一下，我们的玉清大哥有没有说谎？你一目了然了啊！包括前面面对观众跟后面观众看不到的历史。玉清大哥，哇，这很多年前了，这是真的刚刚出道的时候。22岁。应该是22，就是在拍《新兵小传》之后吧，《新兵小传》之后还没有拍小飞鱼，还没。OK， 然后你知道吗？我们这边还有随便一翻，里面就有当年的那个人气排行榜啊。你第1名在王相庆之前呢，还在文咏之前呢。你第1名，你知道那人气多高吗？1万多票。所以我都说了，如果在我那年有什么红星大奖，我早已经在神台了。他们怎么投票？当年是那种应该是 magazine 投票，还是由报章来投票的？没错的话啦 ，magazine。那时候红的程度是怎么样？有没有很多人蜂拥而上？其实是有的，比如说以前我们每一部戏要推出所谓现在的首映礼啊，或者是介绍我们每到一个地方，观众都是很满的，这算千人呢。雾锁南洋，我们在那边做宣传，整个御花园是满满的，我们艺人真的走不出去的，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聘请一些 security。然后你们都是这样被保护着，然后这样。对啊，前行都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到每一个地方，他们都会有一些，每个人都提着相机啊，拍了他们拿来卖，一张卖1块，卖5毛。你就常常看到你自己就挂在那种对。那个时候360度 anytime 上下 top 拍不出来都管你要怎么拍都可以，不像一些艺人他们就我这边脸比较好看，对，还有用 app 把它 P 一下，对，那些都是假美的，我们当时是真美的，300以真面目见人。对，然后这个时候他们的爱也是真爱，很多影迷会写信给你们。对，当时我收到的信可以算千封的。你真的会一封一封这样？我一封一封看，但是不是每一封回。有回呀，有回，当然要回啊。怎么回？就比如说你喜欢的，比如说未来的女朋友啦，什么性格，你喜欢什么颜色，你喜欢吃什么水果都有，示爱的也有，那些我就没有回，一般上普通的我都回。当你到全盛时期那个小飞鱼的时候，我不知道你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就你出门方便吗？你生活还有在外面吗？有了，当然有了，因为我加入的时候，我是在1982年，在签约的那一刻，我们的上司他在会上就跟我们说了，你们是从那几千个人选出来的10个演员训练班，4000个人，您说当年要4000多位，4000人才选出10位，男的3位。当年的演员训练班是你们要给钱，还是电视台给你们钱？他们给我们钱他们训练你还给你们钱，500块嘞， 1个月500啊，每天上课吗？
当然每天上课，但是我的课程还没有真正上到课呢，他们就安排我去拍戏。 OK，我必须，因为这个片段我们每一年呐，好像会被人家拿来 repeat 看很多次。是吗？你的小飞鱼啊，哦，对，而且永远都是那个经典哦。请问跳下去那个人是你吗？哪一个？这个有些是我。哎，我做这样的姿势还不是我吗？肯定是我。没有啊，有一个 big shot，来，这个是你吗？这个有一点不是。啊，你还记得是不是你才厉害？这个应该就是他。这个人也就是洪炳伟、洪炳祥的弟弟啊，我们游泳亚洲飞鱼的。对，你本身会游泳吗？我还没有拍的时候是完全不会游泳。哦，你是为了这部戏去学游泳？对，我在训练的时候，每天早上6点就要到游泳池，而且那时候我还没有开车，没有能力买车，500块怎么买车 ？OK， 所以每天还要搭巴士，要不然就是坐taxi，去到那边，然后6点就开始训练，完了之后呢，还要回电视台再训练，就是语音。哦，你是第3届的演员训练班。是的，在你之前的艺人有谁啊？有李文海、林丽云、向云、佩如，还有黄文勇啊。你在进入训练班的时候是未训练就接到戏，是很罕见的 case。是的，应该算是，因为应该是我的样貌，我的外表吧，因为你不能说应该，你明明就是，你就吃定这行啊，你一直都是啊。不是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讲，是因为当时的我是一个比较静的人，我不爱说话的人。然后那时候的我是很斯文的，所以他们为什么要我演那个，就是样样都要做的最好的？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的那个《新兵小传》的那个片段，等于是玉清大哥的第1部戏。Yes, bro. 你看傻傻的。如果你注意看哦，那时候我完全没有眼神的。有，就很倔强啊。有吗？看得出你的眼神充满了执着。我拍完第1集之后，他们就会有一个 review 嘛。我看到我自己，我真的不敢看，到今天我还是不敢看我的第1集。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完全不懂得什么叫演戏的人。我开拍之前，我问马伟老师我要怎么样演，他讲哦，很容易的。当他跟你讲话，你看着他就可以了。那你跟他讲话，你也是眼睛看着他就行了。我第1集出来，我眼睛就是一直看着你了。你看我，我看你这样啦。对，我觉得我这个傻瓜嘞，比树还要木呢，真的不可以。然后过后，杨仁的老师来了之后啊，教了一些方式，然后我才改变。6集的《新兵小传》，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1集的故事。所以我出现是在第3集，所以还有时间补救。所以以前的拍戏是第1集到最后1集都顺着拍的，顺着拍，没有跳拍的。哦，我一场我记得在街景啊，我们的街景拍的时候，那时候是我跟向云，因为我们拍《无所南洋》，然后向云要离开我，然后我要去打仗嘛，然后我抱着向云哭，那时候我也不会哭嘛，没有经历嘛，所以导演就开始忙张了，就发脾气。永清，你在搞什么啊？啊，你骂我干嘛？这样多人嘞，我很委屈耶。那时候哦，拍我的背后我都一直在哭了，拍 overshoulder 也一直哭了。我觉得他帮到我，所以他今天是我的好朋友。但是你怎么会参加训练班的？其实我跟你讲，真的是很巧合，也算是很幸运了。因为那时候我就快服完兵役了，刚好8频道就要招考演员嘛。就搞了一个演员训练班，那我朋友就说，我们去试试看好吗？就带着试试的心情，结果我进入了这个行业，到今天。请问你那时候什么样 audition 啊？他们面试你的是什么？你记得吗？介绍你自己，短短的可能5分钟。那我叫王玉清啊，今年几岁啊 ？OK， 可以了，出去我们就走了，没有表演的，没有表演，就是简单的介绍你自己，自我介绍。然后那时候我的牙齿有一颗还是不好看的，有点尖尖的。签了约之后，马伟老师第1件事，他就说：“玉清，你这颗门牙不太好看，你要去修补一下。”当时OK 了，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了，然后就去修了。所以等于说，第1道门槛演员训练班，在那个时候最基本的就是外貌，其实就我也不知道，我讲真的，我不知道我的外貌给别人看
是你家以前是没镜子吗？有没有河？当然镜子有啦，但是你这个镜子女人真的是好看的喽，我是这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哦。我是干崩 boy 嘞，我那镜子是发黄的，从来没有隔壁村的人来相亲说媒，没有啦，从来这个在那之前，在进演艺圈之前，你跟桃花是一点没有关系的。没有，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桃花。甘崩跟谁生活在一起？你跟我是妈妈啦，跟我你在姐姐、我弟弟啊。做什么玩什么？ OK， 在甘崩就是除了上学、放学之后回到家，妈妈说哦那边的草长了，你要去除一下。哦那个柴用完了要去砍一下。啊，我们就做这样的生活啊。父母亲对你的管教是哇，父亲很严哦。那时候因为他的工作地方会比较远，交通也不是很发达那时候，所以他每一个星期只回来一次。但是呢，我父亲有一个小习惯。他会突然间 spot check， 比如说我们知道他啊，对啊，我们知道他可能是拜六才回来，礼拜天，然后礼拜一就回去上班，他会突然间拜二哇出现，然后如果看到我跟我弟弟在玩不读书没有做功课的话，一进门就是藤条拿来，我们就被鞭打了，真的是很严。甘崩有很多鱼池的嘛，为什么我不会游泳？因为我父亲不允许我们去游泳，他其实也担心我们的安全呢。那你过着一个很不一样的甘崩童年。对呀，你转个弯去做演员，还要签约当演员，父亲答应吗？他管得很严的时候是在我中二之前，可能那时候他也知道我们是当了阿弥之后长大了，决定就在于你了，他就没有开过一句声说不可以，演员的道路不好走，他也没有，反而我说我要签约需要父母亲在，他也陪同我一起来。你那个时候是已经演员训练班毕业出来了嘛？你演员训练班我也不算是毕业嘞，我都没有毕业嘞。当我没有拍戏的那一天啊，我就被逼一定要去训练。去训练的时候，你都是练些什么？哇，那个时候其实我面对那个训练导师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害怕嘞。他的训练跟我们现在的不一般。我看到厉永熙，我看到夏川老师来的时候，他们的教法跟我们之前那个西方的教法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你那个时候就有请人来就是一个应该没错的话是南美洲的一个导师，他也得过很多奖。他给我们的训练是很另类的，叫你现在你想什么颜色最适合你，你表演一个颜色。但是因为我是洋人嘛，我不知道你的语言嘛，你不需要讲话。你表演让我来猜，你要表演要表达的是什么？他一讲对的话呢，你才可以下台。当时的我啊，我很怕，因为其他人已经上了好多天的课嘞，我是突然间加进来的。OK， 来，因为你有经验，你有拍过戏，来，你来拍，你来演。哦。啊，尤其是动物啊，当他带我们到动物园去看动物的时候啊。很开心，我今天不用表演吗？不用上课吗？明天回来 ，OK， 你来表演。你昨天看到的动物。对，那我还有一点小聪明啊，我就表演猴子咯，因为猴子是跳来跳去嘛，他一看就懂。哦，猴子 monkey。But 接下来他问，你知道 monkey 的这样的性格、这样的动作可以放在哪一些 character 上面吗 ？Beggar， 你在乞讨的时候，像 monkey 这样要拿你的花生，要拿你的香蕉。所以从那一边我就开始有一点点懂什么叫表演了。但语言这方面也，你说马威老师他们有教你？有。但是比较特别的是朱炳全老师啊，因为以前我们都不种卷舌嘛，四就是十，我们也讲十嘛，蓝舌头是十啊，对呀。但是朱炳全用一招很容易懂的，比如说他讲你读这个。我就想一个苹果，一个蛋糕什么？他讲不是个，讲来你跟着我来，安姑个，本个，个，一个，对了，就是一个，那你马上懂的。所以刚好他抓到你们的那个方言的发音，他的教法很独特，所以让我们很容易懂，我们很喜欢上他的课，因为很好玩呢。所以这些都是你的启蒙老师，在以前上课是帮助你很大的，很大。因为你来不及学习就先出道嘞。对呀。那个时候的整个拍摄条件都是来自于香港的一些技术人员。对，这些香港电视专才帮助我们新加坡的电视很大，因为那时候梁丽人他们过来的时候，把整个
演艺圈都改变了。我们把背景说一下，梁丽人是香港无线的一个专才，他也做过编剧、故事创作，很厉害。他为什么会搞一部《小飞鱼》这部剧呢？是因为他觉得本地是需要有自己的偶像、自己的明星，所以他就决定要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这部剧《小飞鱼》。所以从那个时候把新加坡的戏剧推上去了。就是从那一步开始有一个计划性的推高本地的演艺事业。所以那时候我们每一个演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部代表作，比如说向云是阿梅，文勇是阿水，周出明、罗邦卿。我第一个算是小飞鱼了，所以为什么到今天人家叫我小飞鱼，可能他们都已经忘记了我叫王玉清，甚至有时候他们还会像王相清，王相清比我好看很多了，哦。没有，你记得有一阵子我在90的时候，我们还有常联系，还有我跟大哥来家里，我那时候还跟妹妹讲说，妹妹你知道吗？这个昂哥以前很红很帅的，妹妹说看得出来，说为什么？现在还是很帅呀。真的，我没骗你。我谢谢你，现在他已经是红星了。不是，你的那个气质跟你的那个风流是一直都风流倜傥。气质就好哦。风流倜傥。刚才你没有倜傥呢，你刚才风流的。你快没。哇，你不要以为我。风流倜傥。OK， 那拍戏的时候有没有碰到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有趣的事情啊。或者是当年的拍戏的苦与乐，因为我知道你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应该也，你说6集的戏用1年拍，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一个晚上，我跟你讲啊，小飞鱼一个晚上只拍2个镜头哎，我不知道这种 John 还没有印象，因为以前我们拍的都是用 film 的吗？我们在宜伟师，我们在那边拍一个 white shot， 你知道那灯要多少盏吗？远远看到我们2个人站在那边手牵手，那个都是用 film， 所以彩排很多次，非常，因为 film 很贵嘛，灯光花时间，所以我们演员又很新嘛，所以他们都一直要彩排 ，make sure 我们不要浪费那个金钱。对，我还想要知道你那个时候拍戏的时候有什么有趣的事，因为那时候状况不好嘛，对，然后大家又比较同甘共苦。我跟你讲哦，哇呀，那时候新兵小站的时候。我们没有 restroom 的那个走廊有一排椅子，我们就坐在那边吃饭。就吃饭也没一个好地方。没有，完全没有。签约演员呢？对呀。那签约演员那时候也不多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对梁丽人真的我们一定要跟他说一声谢谢。虽然他现在已经往生了，但真的我们真的要感谢他。他提升了本地演员的地位。Yes， 还有给了我们一间 restroom。休息室 E5 吗？E5 那我们所有的艺人朋友们，我们时至今日有 E5， 到现在新公司还会特定挪一个地方，叫做艺人休息室，都是当年梁丽人老师创下的真的，以前我们拍完戏回来在等下一场的话，我们也是要坐在外面等的，我们没有一个好好休息的地方。拍通宵，明天早上还要跟着出去拍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地方好让我们休息，让我们冲个凉都没有。你所谓坐是坐在哪里？是一个凳子，真的？凳子啦，有地方坐，要不然就是 make up room 外面那排椅子咯。你讲到苦，我想到这个应该是最苦的啦。然后拍戏以前没有弄machine的烟嘛，用的都是香，就是拜拜的那些香你看 cameraman 都摇头了，你有经历过我也有经历过。你也有哈？那个戏到最后还在你面前，不够烟，在你面前哇，真的，我的妈呀！回到家整身都是香的味道。可是这么辛苦的情况下，你有想过要放弃啊？不放弃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有 contract。你这么辛苦，我这么辛苦，设了一个套给你，你也只是跟我讲很简单。对啦，为了生活。我跟你讲一方面你为了那张 contract 为了生活，一方面你也爱了，又爱又恨老实讲，其实我爱多过恨因为我很喜欢这份工作，所以为什么到今天，我虽然之前中间我有离开过，但现在我又回来拍，而且我越拍越开心。我喜欢它的伸缩性，我喜欢它的每天的很多不一样的，每天都不一样。对。可是到最后，你还会对你的事业有一些规划，因为你一直以来演的都是帅哥好人，你就开始想要在角色上得到一些挑战跟尝试，你想要演坏人了。对，因为演了7、8年吧的好人，
我有找欧医生是我们的监制，就在聊天。我说我每天都演好人，演得很累嘞，可不可以让我换一些角色？他讲王一静，好人这样多人喜欢，你为什么要去改变？人家喜欢你这样的角色，他们不嫌弃，你就继续做，直到有一天人家不喜欢了，你才来做改变。对啊，那我想想也是哦 ，OK 啦，改变了。到后面我回来，他们才安排我做坏人。你离开之前就演了一个轻轻换我心，因为那时候李南星进来了，李南星啊、惠玉他们进来了，另外一个 generation 又出现了。 Yes， 然后就让我做这个坏人。从正派到反派，你内心有没有经过一些什么挣扎？还是你觉得很开心？其实没有嘞，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你也给我演什么我都接受就对了。进入到演坏人的时候，其实也等于是你的演艺事业到了一定的疲态。你说那时候可能有新进的艺人开始起来，因为我们第3期那个年代啊，就是艺人不多，到了李南星，到了他们一直在招新的演员嘛，所以我感觉到有威胁，我也感觉到，身为一个男人，必须要为自己以后自己的将来做好打算。因为我记得进入电视台签约的那一天，我刚好遇到王沙野峰，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啊，我就跑去问，王沙叔叔你好，我说我想问你这个行业可以生存吗？我适不适合做演员？因为我是大儿子，我需要照顾我的家庭。他给了我一句话，我记到现在，就是在这个行业，他给你名，不给你利。你要利用你的名去赚取你的利，所以就后任刚好就说，你要不要做保险？我一个朋友介绍给你认识，然后我说 OK 啦。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去做我的保险。可是那时候你当红啊，而且毕竟当年的那个小飞鱼的余温还在。对，你要出去卖保险，我不在乎人家怎么看我，我要养家，我要照顾我的家庭啊。我到今天我还是在保险业，而且我还在保险业。老实说，我还是做得不错的。所以呢，我现在有很多东西在做 ，but 在事业方面，我还是比较喜欢保险。像我这样讲一讲，我觉得就大概差不多你的年代啊。你们虽然塑造了成功的人物，但是你的个性是最不明显的。就帅哦，就是像一个很漂亮的明星偶像，在那边。你的个性好像一直都，我不会去争，我真的也没有，我也不会去说突出自己。对，你是忙着拍戏跟拍拖的，也不是啊，我也没有说忙着拍拖，你以为很多歌没？很忙没？我还是有时间拍戏的哦。是，所以你在这个前半段的娱乐圈之后，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遗憾的？有了，有遗憾，就是拒绝了无限的邀请。当年有这么样的一个邀请，因为梁丽人来新工作了2年之后，他回去，然后他说我要把你带到 TVB， 别是他觉得那个时候在香港的娱乐圈没有像我一个这样的 boy next door 的那个形象样子。因为那时候虽然刘德华、梁朝伟他们都已经加入 TVB， 但他们也是在做一些23然后我去香港见过他们的艺人管理组。一见面呢，他们马上就说可以，我签你，我给你3年的合约，薪水不3500啊，应该港币3500。然后我算一下，跟新加坡是差不多一样的。那时候新加坡可能1000多块。不过呢，我说我因为这语言方面广东话我不可以。他说没关系啊，我可以给你学习。那住呢，你就住在我们TVB 附近的一些宿舍，只要你 OK， 你的广东话你学的 OK， 我们就马上给你戏演。然后我回来。我想啊想，要问一下你的感情世界，你的记录是蛮亮眼的啦，蛮亮眼的啊。这些年来的恋情是很自然的走在一起的，没有想说我要结婚又要离婚，离婚了又再结婚又再离婚，有谁想要？没有人要的嘛。你还有尝试去演英语剧哎？有一点语言障碍啊，我们一向来都是 China A 的嘛。而且他们助导啊，抓词抓得很厉害的。节目很坏，说你竟然很……不要了，浪费时间了。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全听你说加料版。